一场招商会获近4000亿投资，全国最强地级市，实力究竟有多强？近期苏州举行招商会，签约项目总投资接近4000亿元。苏州2023年的 GDP 居全国第一，它到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苏州招商会，4月26号，苏州招商大会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。此次大会规模庞大，超1000余人参加，聚焦了429家世界500强企业，邀请了213位外籍嘉宾。此外，还有中国500强、行业500强、重点央企、知名民企、全球独角兽企业代表等嘉宾客商汇集一堂，共谋发展。此次招商会共367个项目签约，其中有30个世界500强投资项目，总投资大约3720亿元。项目包含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新能源、高端设备、生物医药、先进材料等产业，基本都是以新质生产力为主。招商会现场推介了苏州的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、投资机遇、重点发展领域和配套政策等。苏州的一大名片是开放型经济。27年前，欧莱雅进入中国后，在苏州设立上美工厂，现在该厂已经成为欧莱雅在亚太产量最大的工厂。这一例子为外商证明，投资苏州是一个双赢的选择。当天，沙特阿尔法纳电气系统签约中国区总部项目，主要涵盖研发、采购、贸易等功能，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0亿元。苏州注重外资利用和民营经济，该市累计利用外资超过1600亿元，位居全国第3。民营经济是该市发展的重要基石。截至2023年6月底，苏州经营主体总量达291.55万户，位居江苏省第一，占比超全省20%。2023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有26家苏州企业。2023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中，苏州企业有25家，2个榜单均上榜企业数均位居全国第一。苏州民营高新企业数量占全市的比重高达85.5%，民营规模以上企业的研发投入占全市的56.1%。在上市企业中，民营企业占比达80.9%。苏州的基本情况。苏州位于江苏省东南部，是特大城市之一，面积8657.32平方千米，人口约1295.80万人。苏州地势低平，全市55%的面积是平原。苏州身处江南水乡，境内著名的湖泊有太湖、阳澄湖、昆仑湖、淀山湖等，其中太湖是我国第3大淡水湖，全境由江苏管辖。太湖面积2427.80平方公里，周边主要进出河流超过50条，当地盛产螃蟹、银鱼、白鱼、白虾和珍珠。阳澄湖位于苏州城东北5公里处，面积117平方公里。阳澄湖是太湖下游湖群之一，被湖中2条沙埂分为东、中、西3湖，最大的是东湖。阳澄湖物产丰盈，当地的大闸蟹驰名中外。除了这些湖泊，苏州境内还有京杭大运河从市区北部穿过，密布的水网为苏州带来了丰富的物产和便利的水运。苏州是全国著名的水稻高产区。2023年，该市粮食产量95.1万吨，其中水稻产量67万吨。截至2022年底，苏州市内河航道通航里程2786.31公里，占全省11.43%。2023年，苏州市地区 GDP 为24653.37亿元，比上年增长4.6%。苏州现在有电子信息、装备制造、生物医药、先进材料4大主导产业。今年年初，苏州提出用3年时间将4大主导产业发展成万亿级，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5万亿 ，GDP 迈入3万亿。目前，苏州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1.3万家，总产值超4.3万亿，居全国第2。苏州是如何发展起来的？苏州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，自古商业繁荣，农业兴盛。春秋秦汉时期，苏州手工业、造船业、制瓷业的发展水平全国领先。隋唐时期，随着大运河的修建，苏州漕运兴盛，逐渐发展成商业都市。此后，苏州工商业逐步取代农业，成为主流。至明清时期，苏州资本主义萌芽出现，成为全国经济中心。鸦片战争之后，上海开埠，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取代苏州的经济中心。
建国之后，苏州经济开始恢复。1952年，苏州 GDP 为4.4亿元，1978年增长至32亿元，增长了6.3倍。改革开放后，苏州乡镇企业开始发展。1987年以后，苏州开始发展外向型经济。1992年，苏州乡镇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超70%，苏州确立乡镇工业在全国的先发优势。2002年，苏州乡镇企业以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形式迎来新的发展时机，苏州的 GDP 也上升至全国第5。2013年以后，苏州由低端制造业向高新技术转移，生物医药、纳米技术、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不断发展。苏州得到快速发展，一方面得益于临近上海的位置，作为1线城市，上海会对周边城市产生外溢和辐射。苏州与上海相距约85公里，能通过长江、京沪线等通道与上海对接。其次是苏州政府有超前的发展眼光，在苏州发展早期就主动提出接轨上海，接受上海的辐射，在对外开放和经济转型上又抢先领跑，在国内设置招商办事处，首创敲门式招商，创造服务式的营销环境。苏州还出台政策，加大对人才的吸引力度。最后，苏州经济还依赖国家政策辐射和战略定位。